Hello， 你好，我是 Alison。没有错，这是我挪威峡湾邮轮系列的第一集。这趟行程我会从纽约出发，飞到伦敦，在这里和我住在巴黎的闺蜜会合。在伦敦市中心吃喝玩乐一天之后，我们就会前往南安普顿，坐上我们的邮轮。这一系列我会跟你们分享我所搭乘的 P&O Iona 邮轮，还有就是不管你订什么邮轮公司都会用到的攻略，也就是4个我所停靠的挪威港口，如何自己安排行程，省钱又可以玩到重点。看完这一系列的影片，你就可以客制化自己的行程，把钱省起来买更多纪念品，帮家人和闺蜜安排一个超值难忘的旅行。还没有订阅的赶快订起来吧。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其实在早上8点多的时候，我就已经到达了伦敦市中心，但是因为还不能 check in， 所以我就推着我的行李一路走，沿路边玩边走，走到我的 hotel。 伦敦其实并不大，边走边看其实已经看了一半了。但如果还没有去过伦敦的话，我建议提早2-3个晚上到达伦敦，这样就可以玩得彻底一点。温馨提示一下，今年开始大部分进入英国的旅客都要申请一个电子旅行凭证 ETA， 透过官方的 App 申请之后呢，它会寄一封 email 通知你已经通过了，英国的系统就会有你的资料。入境的时候只要确定是用当初申请 ETA 的那一本护照，这样就可以咯。我最后一次去伦敦是10几年前，所以 Sky Garden 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景点。他们的票是免费的，在每个星期一伦敦时间10点左右就会开放3个礼拜后的入场券。晚餐我们吃了平价的连锁牛排店 Flatiron Steak， 我觉得他们的牛排本身味道还好，突然好想念台湾的我家牛排哦。这个松露通心粉倒是真的很好吃，很香。晚餐的最后还有一个免费的冰淇淋，真棒。昨天到了伦敦之后呢，过了1个晚上，现在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的邮轮行程。因为现在我们要出发到滑铁卢的火车站，然后搭火车去 Southampton， 从那边登上我们的邮轮。所以我们现在呢，先在附近逛一下，最后再几个伦敦的小时我们好好利用。从伦敦的滑铁卢车站坐到南汉普顿车站只要1个半小时，可以透过这个网站购票。出发日期前的12个星期可以买到最便宜的票，像我就买到单程1个人只要10英镑。购票之后就会收到一个 QR code， 出入站的时候刷这个 QR code 就可以了，很方便。另外也可以选择在 Victoria Station 搭乘他们的长途巴士，可以在这里购票。这也是越早买越便宜，差不多10到15英镑就可以了，但是要坐3个半小时。跟许多邮轮港口一样，在有邮轮要起航的前1个晚上 ，hotel 的需求都会比较大，建议要提早预订。我们的 hotel 附近就有一间宜家，而且这里离港口也不是很远。进来之后，他们的餐厅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玻璃窗，这个用餐区好舒服啊！美国 IKEA 的卡也可以在这里用，所以就这样我就省了50%。好闺蜜，现在看到 Sky Princess 要离港了，明天就换我们了。这是你的第1次邮轮，请问你有什么感受？好兴奋，好兴奋，期待吗？期待，非常的期待。这个就是我的闺蜜，第1次坐邮轮，就是跟我这个邮轮老手，算她幸运啦。在 IKEA 消暑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到处逛一下这个城墙区。这里有个地图告诉我们这里的时代背景。南汉普顿的老城墙非常有名，也是英格兰保存的最完整、最有历史价值的中世纪防御墙之一。这些我们所看到的厚重石墙，就是从13世纪留下来的。在1338年的时候，法国海军突袭南汉普顿，攻破了这一个港口，洗劫城市，放火烧毁了大量的房屋，
还杀害了平民。随后，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就下令要加强防御，所以才建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坚固城墙。城墙里面原本有29座钟塔、8座城门，像其中一个 Bar Gate 就一直留到现在，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南汉普顿必去的一个景点。南汉普顿就是当初铁达尼号出航的港口，没想到一出发就没有回来了。这里有900多名的居民搭上了铁达尼号，在上面工作，然后500多名就没有回来，回不来。也就是说，500多个家庭就这样一夜破碎。所以这里也有一个纪念铁达尼号的博物馆。邮轮出发前一天，很多人都会来这边，提早一个晚上住，所以呢，很多人也会去那边去参观。3个月前我去看了一下，门票已经卖光了。所以如果你也来这边搭邮轮，有计划要去参观这个博物馆的话，你要早点来，因为它5点就关门了，而且要提早买票。的官方还有个路线是设计了纪念铁达尼号的一个路线，总共我记得的话是有13个点，你可以跟着这个行程自己走。我们要准备退房，然后从房间外面已经看到那里有2艘邮轮，不晓得哪一艘才是我们要搭的，但是距离就在那里，大概走半个小时。然后房间外面我们看到后面有 IKEA 就在那里，然后还靠近2间 Ibis。然后后面这里是一个 shopping mall， 旁边还有一个更大的 shopping mall。这里总共有2个 shopping mall 可以让你 shopping，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 shopping 的需要。然后一直走到那里，如果你看到的话，其实火车站就在后面，所以一切东西都在这个范围以内。MSC 就停在这里，很近。但是我们的邮轮停在更远一些的地方，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如果要把车停在 Terminal 的话，停车费1天是10英镑。而在邮轮的 Boarding Pass 上面就有通知我们的邮轮停靠在 Ocean Terminal， 接着就先去托运我们的行李。这里还有个服务台，可以帮你列印行李吊牌和 Boarding Pass， 好贴心哦。在 Boarding Pass 上面有安排我们登船的时间，这并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排队没多久之后呢，他就会按照时间让我们进去大楼里面开始 check in。好，我们待会要做人工 check in。check in 也是很简单，看一下护照，对一下身份之后呢，我们就过去 security 检查我们的随身行李。我要帮我闺蜜记录她搭上人生第1次邮轮的上船画面。很值得纪念，小心撞到了。结果我比他还兴奋。On board the piano。一上邮轮之后呢，工作人员就给我们一个地图，还提醒我们先去做安全演习。就是我们刚刚一进来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告诉我们安全演习的地方是在7楼。在赌场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做安全演习。Boarding Pass 上面也有写安全演习的地点，到了之后给工作人员扫描一下你的 Boarding Pass， 这样就可以咯。目前我觉得感觉非常良好，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刚登船的那1个小时buffet竟然是这么宽敞，人这么少，然后一切的规划非常是美好的，让我很惊讶。而且呢，整个速度还有安排都是非常丝滑的。从我们登船 check in 过海关，几乎没有什么排队的时候，一切都是非常流畅。接下来我觉得应该是很不一样的，这是我第1次搭英国邮轮，所以很多东西对我来讲很新鲜。然后我一直在看到底跟美国有什么不一样，从我们寄行李的时候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我会好好记录，然后跟大家分享。现在1点多，他说房间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去看我们的房间15229。房间已经到了，行李也到了，房卡在这里。好，闺蜜把它打开。好，我们开门进去吧。后来发现是2张房卡叠在一起，所以打不开。闺蜜辛苦你了。进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room tour。这个房间很小，先看一下。一进来这里是浴室，
有点北欧风的感觉，因为它就是浅木色。空间还可以，两个女生很够用。然后这里有个淋浴间，然后这里是可以给你挂衣服的，湿的衣服洗了之后挂在这里。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然后这里有一个梳妆台，你要干嘛就干嘛。这里有一些热水壶、茶杯，还有一些简单的饮料，还给你一个小饼干，怕你晚上肚子饿。然后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柜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柜子。进来这里有一个 size 还不错的一个电视，然后这里有柜子，冰箱在这里，里面是空的，你要按放什么都可以。漏掉刚刚讲什么，就是这里的插头都是这种英式的，所以你要带适合用的插头，一定要自己准备好。这里有一个欧洲的。这里就是我们要度过7个晚上的房间，它已经把我们把床分开了。衣橱的空间也是很足够的，而且里面还有个保险箱。我们已经 unpack， 现在我们出去探索这艘邮轮。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订阅，拜。